上级同胞啊，现在敌人的活动到了一个节点，我们要密切配合老姨在敌人内部的行动，绝对不能出纰漏。周局，这个老姨到底是个什么人？哎，肯定是个狠角色，老厉害了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估计啊，咱们当他的学生都不够格。哎，提醒你们啊，老姨这俩字儿，出了这个办公室都给我闭嘴，谁也不许说，听见了吗？这是纪律。哟，曹先生，您来了。老哥你好。哎，董事长和我弟妹在吗？在，都在呢。您来的正巧，夫人呐刚把洪涛和这夏波接回来。哟，我替您拿着。也好，哎，省得崔老先生见着这些东西，他又该生我气了。是。我这到南方出差，给你带来一包烟，尝尝。哟，这多不好啊！您是每回来都惦记着我，想着我。呵，正好这一口呢。来，你掏钱，你。崔老，哟，曹创，你可是稀客啊！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。来，坐，快坐。下棋呢？嗨，下什么棋？别提了，我哪？啊，陈妈呀，给我们煮点咖啡来。哎，我们家陈妈呀，咖啡煮的很地道。崔老先生对国际象棋也有研究啊？哎呀，当年呢，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啊，学会的。这摆的好像是劣迹经典残局的一个变种。什么你也会啊？哦，你看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在沈阳的时候，你的棋艺那是无人可敌啊！你看，哎，那好，来，帮我呢，把这盘棋呢好好破解一下。怎么不喜欢啊？不是，咖啡煮的很地道。这个陈怡，啊，他呀，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是2年前呢，我从国民党伤兵手里把他救出来的。我看他人挺老实的，又能干，所以就留下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咱们下棋。那晚辈就献丑了。哎，棋盘之上无大小，只要有话，你但说无妨。好。我去买点东西，你等我一下。洪涛和夏波这两个孩子，天性顽皮聪明，若是严加管教，好好培养，他日定当前途无量。哎，对了，曹创啊，你发现没有？我这鱼缸里的鱼啊，最大的不过3寸，而且永远也长不大了。可是如果我把它放在那个大水池里，用不了几个月，
就能长到1尺甚至更大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愿闻其详。老夫以为啊，幼子的教育和这金鱼的养护虽然各异，但是道理是相通的。要想让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，就得给他足够的空间，自由活动的空间，千万不能把他拘泥在这小小的鱼缸里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崔老此言看似浅显，实则寓意深厚，发人深省啊，着实令晚辈叹服。我不过是有感而发。好，请。妈，曹伯伯来了！曹伯伯好！孩子们，你们好。曹伯伯，您这次出差为什么时间这么久啊？啊，时间久啊，就说明你曹伯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可是他没食言呐，一回来马上来看你们来了。而且今后啊，他还会经常来看你们，会教你们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。真的吗，曹伯伯？当然是真的。盛文，与其这么痛苦，还不如干脆找个机会，跟爹和大姐还有孩子见一面。痛苦是我造成的，这应该我一个人来承担，不能拖累他们。只要知道他们安好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盛文，走吧。我们给你选了结婚的日子，他同意了。唉，你们好了都3年多了，这爱情之花也该要有个结果的时候了。我和你爸妈。我好久不弹了，手都生了。夏波弹得好，主要是他配合我。哎，不，你们2个不光是配合默契的问题，用我这外行人的眼光来看呢，只有2个心心相通的人，才可能演奏得如此出神入化，就像一个人一样。哎呀，您过奖了。啊，香涵啊，哎，爹，今天晚上多做几个菜，我要和曹创痛痛快快的喝几杯。哎，需要帮忙吗？炒菜不行，洗菜和切菜我还可以。那你来吧。
你送我的化妆品，我看到了。我也不知道该送你什么好，喜欢吗？喜欢，但是我不需要。我现在只需要你一个解释。你的手。不要紧的，就是一个小口子。是不是什么事情对你来说都无关紧要？当然，你有你在意的事情。为了这些事情，你不但可以改变你的习惯，还可以全然不顾地抛弃即将成为你妻子的女人，然后像空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对吗？叔叔阿姨，恭喜！谢谢谢谢。少文，今天多喝2杯啊！来，站长，您也来了。曹壮呢？他是在换衣服呢。马上带我见他。怎么了？有任务？情况很紧急。好，这边请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看我这合适吗？大哥，你看谁来了？站长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你们没别人吧？没有，就我，我正在换服装呢。你呀，在这给我守着，什么人也不准进来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崔先生，你一个人站在这干嘛呀？没事，透透气。啊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大哥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哥，你说句话呀！今天的婚礼我参加不了了。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今天的婚礼取消了，永远取消了。我马上就要离开，听清楚了吗？为什么呀？你忘了干咱们这行的规矩了？执行任务就是执行任务，不要问为什么。可是，大嫂怎么办？她的父母怎么办？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啊？拜托了，三弟，全都拜托你了。告诉小安，永远不要等我。三弟，虽然你表演得很逼真，但是我还是不会相信你。而且我知道这肯定是你大哥的主意，他是想考验我，对吧？才不上当。大嫂，
真的没有骗你，我大哥已经从后门离开了。如果你不相信我们说的话，你可以问你家别墅的守门人。曹操，小海。曹操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崔胜文，给我倒酒。大嫂，你叫谁大嫂？你不能再喝了。你叫谁大嫂？你说呀。你大嫂已经死了，以后不许叫我大嫂，听见了吗？以后要叫就叫我名字，叫我吴香寒。叫我吴香寒。吴香寒，我觉得你不该爱上干我们这行的人。什么？我不该爱上干你们这样的人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干我们这行的人，只不过是党国那盘大棋上的棋子。为了党国的大局，我们必须做好随时随地奋不顾身的准备。而大哥就是这样。什么破党国？什么破党国？如此没有人性，可以随便把一个人像妻子一样牺牲掉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许再跟我提你的大哥，我跟你大哥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他去做他的妻子去了。大嫂，你累了，该休息了。我是累了，我需要休息。把我锁死。抱啊！之后，我就嫁给了崔胜文。但是对于两个彼此之间毫无感情可言的人来说，都很痛苦。
盛文曾经跟我的妈妈说，香寒的心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，怎么都捂不热了。我知道，对于任何一个男人，都需要一个女人的呵护。洪涛2岁那年，我就知道了他和照顾他的护士静竹的关系。之后，我就带着洪涛回到了春城。这么多年，我对你有说不尽的怨恨，和割舍不掉的牵挂和惦念。那天在小酒馆看见你，我竟然有了一种死灰复燃的冲动。但是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了，因为理智告诉我，你是一粒棋子，在一粒任由别人摆布的棋子面前，我必须克制。曹创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：你爱过我吗？请用真话回答我好吗？爱过，但那是昨日黄花了，已经枯萎凋谢。我现在如果继续爱你，那是对你更大的伤害。那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曾经爱过我？命。如果哪天你需要我的命，随时拿走，我绝不会说半个不字。报告，进来。领导。首长，那个神秘的电台麻雀又开始活动了，这是刚才截获的电文。破译了吗？电讯科按照老爷留下的方法进行破译，不过电报的内容还是那句祝福的话，没有什么价值。电台的地址侦测到了吗？还在本市。那个麻雀实在是太谨慎了，发报时间极其短，所以我们没有侦测到详细的地点。继续监测。是。先生，请。来啦！你？不错，是我，马掌柜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就是军事特派员？确切地说，应该是蒋委员长钦点的军事特派员，东北地区反共游击总队总指挥。怎么，不像？不，主要是。这太突然，一时还难以置信，对吗？看看这个，一会儿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马掌柜，哦不，应该叫你王建中同志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既然特派员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，王某对此笃信无疑，没有疑问了。但是我有国防部对二叔的警告。
王建中，在。惊蛰行动时间已经过半，但是进展太缓慢，国防部对此已经大为恼火。如果惊蛰计划继续受阻，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你们这些人最终将被视为垃圾，被国防部抛弃。王建中，上峰的意思明白了？明白，十分清楚。你是找铁蛋儿的吧？这他也不在家呀。俺屋那刚蒸的大包子，给你拿俩吧。哎，哇，绝不，这都是您包的呀，姐？那当然了，这还能假？哎，姐，我觉得我们似曾相识，就好像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样。你说你见过？嗯，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。我们要最好的位子。好的，里边请。你有事吗？没事。铁蛋儿，铁蛋儿，周局长叫你开会去。铁蛋儿，谁啊？来了，来了！哎，嫂子，妹妹你来了！大家，我还怕你不在家。哎呀，快进！你说你怎么来了？这是？沦陷区的国民党将士们应该尽快组织行动起来。怎么了？以迎接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嫂子，你这是在听什么呢？这是敌台，不能听。什么叫敌台啊？就是国民党开设的专门攻击我们、造谣惑众的电台。不知道。你来之前
自己在家无聊就想听着这个匣子里面有膜就想找那个山东快书。你知道俺家那个山东快书吧？那个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，当不出来了。俺真不是故意的。你来的时候俺还没听着东西呢，你这一进什么破玩意儿，俺非把它扔了不行。走，以后不听就是了。再也不听了，再也不听了。不听。那坐吧，看你急的。妹妹，你先坐吧，你站着还紧张。紧张什么呀？俺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行，我先坐。我知道。来，坐，给你倒杯水喝。哎呀，你别忙活了，我坐会儿就走。俺真不是故意的，来，坐。嫂子，我听说你要走啊？回山东老家去？是有这事儿啊？俺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说铁蛋出事到现在，那组织上一直也不给俺回个话。他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？是不是他干的？俺也不知道。俺每天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俺也想了，俺在这儿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别给你们添乱了。铁蛋这事俺也闹不明白，俺在这干什么呀？俺这不是纯碍事儿吗？嫂子，铁蛋的案子呢，组织上正在积极的调查，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你就听我这句话，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所以啊，你呢就等铁蛋的事情调查清楚了，你再回去也不晚。不管结果是好是坏，起码这心里落了个踏实。你觉得呢？对。安全。可以进去了。我要向你汇报的就是这些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看来党国真的是没有人了，就连曹创这样唯利是图的小人都能够当上教特派员。混蛋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小看这个曹创。当年他在军统的时候，可是一个情报方面的专家。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伪装自己，欺骗对手。这样的人，就像是一条不叫的狗，一旦咬起人来，则凶狠无比。你给我记住，不管他曹创是条什么狗，只要是为主人卖命，
他就是条好狗。是，我懂了。现在你马上去做2件事：第一，给国防部发电，进一步核实委任状的真假，以及曹创转达的相关内容是否属实；第二，暂时取消一切联络地点和联络暗号。等曹创与陈世民取得联系之后，再重新恢复联络站的功能。当务之急是要密切观察曹创这个军事特派员的行动结果。明白。这么晚了去哪儿？哎呀，警察同志，我奶奶她生病了，要去前面的正医院去看病。走，过去吧。好，谢谢。主官，这什么破头套啊，弄得我头直痒痒！赶紧给我换套行头，我不能这么灰头土脸的去见弟兄们。早就给您准备好了。在这给我守着。这。再往这走。旅长，您喝水。什么大事啊？火急火燎的把我叫来，不知道外面都是共军的眼线吗？报告旅长，好消息，咱们总算跟台湾国防部联系上了。这个是刚发来的密电。国防部已经委派了一个军事特派员到咱们这儿来，他手里可是有委员长和国防部的亲笔信函，权力大着呢。哼，权力大有什么用？这帮官老爷就会开空头支票，天天号召我们起来暴动，可他们呢，连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。什么破党国呀，成不了气候。旅长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这个特派员来头可不小，有他领头，咱们可就是国防部的正统嫡系了。现在是多事之秋，很多事情真伪难辨。我们能平安的潜伏到现在也不容易，可千万不要引狼入室，上了别人的圈套。是，旅长您放心，我肯定谨慎从事，我保证和特派员安全的接上头。哼，这年头，就是保证这2个字最不值钱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他了吗？没人跟踪你吧？能跟踪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。你怎么了？盛文，你带我走吧，我们离开这里，去过安静的生活，行不行？我生命最后的价值，就是替那些死去的兄弟们报仇。其他的我没有考虑过，也不想去考虑。
宪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好，你要是继续在这儿当死狗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奉陪到底。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，如果你在这里继续待下去，可能会活不到明年。我可没有共产党那么仁慈。我又看到了你这种令人憎恶的笑容。知道5年前我是怎么认出你的吗？我可没有共产党那么仁慈。我又看到了你这种令人憎恶的笑容。知道5年前我是怎么认出你的吗？我亲眼见到了你对怀孕的女人实施活体解剖。那是2条生命，2条鲜活的生命，一个母亲，还有一个新生的婴儿。假设你的女儿和老婆也被别人下死毒手，你将作何反应？啊？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个人，是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？老东西啊，我已经闻到你女儿的气味了。不管她是不是我要找的麻雀，你们在中国犯下的所有罪行，必将遭到审判。我要让你在这个寒无天日的地牢里面，慢慢的腐朽、发霉。沈文君呐，不是我不说，是我头部曾经受过伤，很多事都忘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麻雀的事我不知道，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。跟我一个部队的川岛清，他清楚。你想知道就去问他。但是不知道他被关押在苏联，还是送回了日本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去你妈的不知道！尚文，闪开！你不要再逼我了。尚文，你疯了吗？尚文，你放过我吧。二哥，昨晚我审问了山口俊一，他供出了川岛清，那个被你们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川岛清，他一定知道山口俊一去执行特别任务的内容。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他肯不肯告诉你们？我相信周雨涵同志的能力。盛文，我要提醒你，为了能调出麻雀，我们只能在秘密联络点周围安排了暗哨。你审问山口俊一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二哥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小周啊，这次去抚顺，周局特地交代我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你的安全。谢谢你啊，刘副科长，但我还是劝你集中精力开好车吧。陆凯知道，我要是一晕起车来，那就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了。说的也是啊。哎，客官，买点酒呗。
请问您贵姓？对不起您嘞，本人只卖酒，不卖姓，更别说您买的是贵姓。那我给您打听个人行吗？那看您打听谁了。您认不认识开红酒作坊的陈老板？你问他呀。对不起，按规矩办事，你先把它喝了，我再告诉你。该你了。你掂量掂量它的分量，就知道陈老板在哪儿。二两陈二两，谢了。客官，您来点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什么都不要。那您是？我是找个人，请问贵店的陈二两老板在不在？那我也对不起了，我们老板啊，他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哟，他去的地方可远了。无论远近，总得有个地名吧？就算我说了地名，你也未必能找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他住的地方1年前就荒废了，东家带着钱往南跑了。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行，您慢走。在哪儿？先生，您去哪儿？江南。好嘞。坐吧。座れ。啊。川岛清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又来找你了吗？なんで君を探すのか知ってる？すみません。知らないです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很简单，因为在上一次审讯的时候，你不但没有说真话，而且还有意隐瞒了731部队的重大犯罪事实。部隊の重大な犯罪事実も隠しています。わからないです。何を言ってるんですか？我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。你不清楚，川岛清，我提醒你，这里是战犯管理所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将决定着对你所判刑期的长短。我觉得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この件に君ははっきり分かってほしい。怎么不想说是吗？言いたくないか？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川岛清，以你和山口俊一的关系，以及你在731部队的特殊地位，你不可能不知道山口俊一去执行的所谓特殊任务的具体内容。中国有句俗话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听过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川岛清，我警告你，731部队所犯下的罪恶，你是绝对掩盖不住的。731部隊が犯した罪は絶対に隠せない。は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是的，我清楚。この点よく考えて
させてください。请允许我想一想具体的细节。1944年9月。那是1944年9月的时候，部队长石井四郎召集我们开会。参加会议只有我们几个部长。在这次会议上，根据山口俊一提供的综合勘测报告，最终做出了在隐秘稳妥的地方修建细菌武器库的决定。而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使命，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山口君的肩上。因为牵涉到了高度的机密，所以整个修建过程全部由关东军派出的一个中队，也就是120人进行施工。大约在2个月之后，参与施工的部队全部撤出，然后由山口俊一带领的30人队正式接管。接下来就开始向仓库里运送细菌武器。总共运送了多少？全部どのくらい運びました？計画によって2吨を運送した。共计运送了2吨细菌炸弹。川岛清，根据你刚才的讲述，你应该非常清楚细菌武器库的具体位置。分かってるでしょ？いやいやいや。不，具体位置只有石井四郎和山口俊一知道，因为山口俊一亲自去勘察，并且最终确定了具体的位置。所以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谈及此话题，只是告诉我们细菌武器库是利用了某地山洞的地形地貌所设计的，十分隐蔽而巧妙。具体的位置属于高度机密，山口俊一一向只向石井四郎报告，而我们一无所知。这是真实的情况，请您相信我。川岛清，你必须清楚，搞细菌战是反人类的行为。全世界人民对你们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做法都非常痛苦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深刻反省你们所犯下的罪行，记住你今天交代的所有事实。如果还能想起什么的话，可以随时向陈所长报告。你清楚了没有？分かったか？啊，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是的，我听清楚了。陈烨，陈烨，该露面了吧？久闻陈爷足智多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倘若我曹某是个假特派员，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吧？曹特派，此话休伤我陈某人了。不是我信不过你啊，实在是共军太狡猾，防不胜防啊。再说了，这年头就连亲娘老子也信不过，更何况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军事特派员呢？言之有理。眼下韩战正酣，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，而党国的复兴大业就需要陈爷这样的不二忠臣。希望你我兄弟齐心，施展断金之力，包打东北，成为国军中最有实力的副国军和大功臣。好说，好说呀。只不过，光说不练是假把式。这年头，没个像样的名分，
就很少有人替你卖命了。您说呢，特派员？陈世明听令，子委派陈世明为国防部少将部员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。陈岩，恭喜了！少将。陈少将，我委任你为东北地区反共游击总队副总指挥。感谢特派员栽培，我保证在最短时间里聚集潜伏在各地的救属，早日揭竿而起，上黑龙山打游击，与共党周旋到底。从即日起，你的所有部下官升一级。3日之后，我要亲临黑龙山教阅，与弟兄们一同庆贺。我陈某代表弟兄们欢迎特派员大驾光临呐！小周，你说之前在黑龙山假扮野人的特遣队，哎，有没有可能就是在黑龙山寻找细菌武器啊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藏匿山口俊一的秘密地点很有可能就在黑龙山区啊。哎，小周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迪特的惊蛰行动和山口俊一所掌握的细菌武器有没有关系？哟，这个问题，哎，我还真是没有特别的想到过。那你怎么想呢？可能有关系。从目前已知的情形来看，我觉得，如果说迪特的惊蛰行动跟山口俊一没有关系的话，那他们就不会在黑龙山区3番5次的制造事端，而且最近活动的越来越频繁，难道这是巧合吗？有道理。要知道，当年在日本人投降之后，是国民党军统抢先缴获了日本人的机密档案，而且在那些机密档案里面，竟然没有山口俊一这么重要人物的档案，这绝非正常。而且现在，迪特也盯上了山口俊一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惊蛰行动就是要……刘科长，我只不过是用逻辑来推测而已。哎，不，你这可不是无端的猜测啊！哎，前几天李厅长也这么分析过的。今天咱们又了解到了山口俊一当年构建秘密仓库的情况，这就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的。行啊，小周，年纪轻轻的有这么好的逻辑推理能力，不简单啊！局长，崔胜文审问出来的情报是准确的。川岛清说，确实存在一批2吨的细菌武器，可他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。但是他确定山口俊一知道那批细菌武器具体的存放位置。好，这个山口俊一一直被单独关押，他不知道川岛清已经被押送到我们这儿来了。他以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川岛清去核实，所以才招认川岛清。从迪特想要劫走山口俊一来看，迪特很可能是冲着山口俊一掌握的细菌武器库策应惊蛰行动，所以在找到武器库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紧紧盯住迪特的行动。喂，我感冒了，小心点喝，借点钱看病啊。啊，他不在。哦，好。哎，刘姨，这么巧在这儿碰见你了。我给亲戚打个电话呢。没听说你在春城有什么亲戚啊？远房的亲戚刚到呢。那怎么不在局里打，跑这么远了？
局里的电话是公家的，私人的事儿怎么能用公家的呢？哎，影响不好。真有觉悟啊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，向你们学习，觉悟能不高吗？您真会开玩笑。行，那回见。哎，好的，回见。哎呦，您来了，大姐，您需要点啥呀？我随便看看。那行，那您随便瞅瞅，相中啥告我一声。哦，好好好。你的店里也这一个牌子？啊，对不住，就这一个牌子。哎，不行，那您再到别家看看。那谢了啊，不客气。您走啊。好，那您慢走啊。好，哎。过来。你擅自来这里干什么？谁允许你这么做的？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吗？可是什么可是？现在满大街都是他们的眼线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看你一脸慌慌张张的样子，是个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个特务来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把公党引过来，把这儿一窝端了不成？我不是。你不是什么不是？你最大的不是就是不经允许擅自来到这里。你已经严重的违反了特勤纪律，你就当着上峰对着处罚吧。长官，我说吧，一脸急急火火的样子跑过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感觉我已经暴露了。什么？公安局的人马上就要动手抓我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自从上次那个窃听装置被周雨涵发现后，他们就到省城请了几个专家来，里里外外拿着仪器仔细的搜查了1天呢。这个事儿你已经说过了，不是还有没被找到的吗？可是从那以后，他们就没有在会议室开过会呀，而且有些话他们宁肯在院子里说，也不肯进到屋子里去，显然是在防备窃听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看我的眼神，好像每个人的眼睛后面都有无数个问号。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？记住，做我们这一行的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不能慌乱。不过你记着，你要是真的暴露了，必须立刻自裁，绝不能让共产党抓到你。万一我有成人的那一天，你可答应过会照顾好我台湾的家人。你就放心吧，如果你真的为党国殉职了，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。谢谢长官。记着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不能慌乱。好，谢谢长官。不用找了。谢谢您。哟，邱会计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不是你们找我有事吗？啊，那你进去吧。啊。您好。你好。叫你来询问的市局领导已经在里面了，请进吧。呀，这不是刘科长吗？你找我啊？坐。啊。
刘科长，这是找我有事儿啊？邱福成啊，侬晓得我今天为什么要叫你来吧？你说我能知道吗？那就是不晓得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会记录在案的。所以不管我问你什么，你都要如实的回答。这么严重啊？听到不啦？啊，听着呢。好，我问你，那些布鞋是怎么回事的？鞋？什么鞋？邱福成，我警告你，你给我老实点。我今天既然请你到这儿来，就是有一定的证据的。你要是跟我装糊涂的话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拘起来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看我这记性。刘科长是问我前几天买那几双鞋呀？对，有这么回事儿。你在哪里买的？啊，在一个小伙子那儿，他跟我说呀，他妈身体不好，也没什么技术，只能靠卖鞋维持生计。我确实看他呀挺困难的，就多买了几双。怎么了？你这样讲的话，就有点讲不通来。哎，你看看你啊，家境这么好，锦衣玉食的日子过着。刚才进来的时候，哎呦，我看到你穿着上好的皮鞋啊，上海牌的吧？穿这么好的皮鞋，你去买布鞋干什么？哎呦，刘科长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不是我前几天啊，我老家的远方二姨来了，那个乡下老太太呀，哟，到了我们家，那真跟刘姥姥逛大观园似的，是看这个也好也拿，看那个好也拿，整个要把我们家搬到他们家似的。你说弄得我吧，这是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特别的难受。怎么办呢？我最终啊，就答应给他儿子买几双鞋，就这么把他打发了。刘科长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你可以去调查呀。远房亲戚，二姨是不啦？对对对。她住在哪儿？哟，好像是在什么抚顺下面一个什么乡。好，你现在把她的地址写给我。刘科长，我这个远方二姨呀，跟我并不是很亲，几年也不打一回交道。要是地址嘛，好像是他给我写的信上倒是有。可是刘科长，你说我今天来这儿也不知道你问我这个事儿，我不能把我二姨的信随身都带着是吧？要不这样吧，刘科长，你派几个人手跟我回家去取吧，怎么样？刘宁啊，你正面接触邱福成有点操之过急了。哎，我看这也没什么，敲山震虎吧。适当的时候敲打敌人，会让他们慌乱，在不经意间露出马脚，这便于我们侦破工作的开展嘛。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审时度势，继续坚持既定的侦破方向，贯彻引蛇出洞、各个击破的破案方针。同时呢，又不能打草惊蛇，我们要双剑出击，务必全歼敌特分子，保卫我西城政权，让人民安居乐业。我看你们这个赶鸟出笼的计划可以实施了。好的。谁啊？嫂子？哦，来了来了！哎，
兴了？怎么了这是？这么高兴？什么味儿啊？啊？咖啡？不是嫂子，你还喝这种洋玩意儿呢？这个玩意儿叫咖啡啊？对啊。哦，你不知道它是咖啡，你还喝呀？嗨，你还说呢？俺今天上街去，一个穿成你这样的小姑娘，撒了一地的黑豆豆，俺就想过去帮帮人家去，给她剪完了之后呢，她是为了谢谢，给了俺这么一捧，说把那个豆豆砸碎了，然后冲水就能喝，俺这不冲了一壶吗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恁这城里人挺奇怪的，怎么还爱喝这么个玩意儿呢？一股子鸡屎味儿，怎么喝得下去呢？你还喝，我给你倒一碗。我不喝。哎啊！我光跟你说这个，我差点忘了。我今天来啊，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你们家铁蛋，也就是陆凯，他要回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他没事啊？没事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俺就说俺家铁蛋是个好人吧，不会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的。这个老天啊，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。谢谢。这就是狄特使的2桃杀3士的诡计，就是想借刀杀人，没门。嫂子，你今天真让我刮目相看了啊！这又是咖啡，又是借刀杀人这个成语。你还挺有文化的呀！啊，俺都是瞎说的，都是平时听铁蛋儿教的。俺没说错吧？对，完全对。刘妈，拖地呢？是啊，这楼梯好久没拖了，我在拖的，赶快拖了。行，那你先忙着。好。里边有人吗？没有人我就锁门了。有人吗？没人我就锁门了。刘姨，别试了，我看你这也是浪费时间。来，你在专案组办公室装的就是这个吧？来，带走。是。红姑，买菜去啊？啊，俺家的菜吃完了，俺这不上集上买点去吗？路上车多，你可得当心点啊！哎，知道了，姐。哟，你俩出去啊？啊，俺买菜去，大爷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你慢走啊。哎，行，走了哈。买点油菜啊。哎，大娘，你去啊？去了哈。
怎么了你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二叔最近的举动，怪怪的。二叔的举动怎么了？你还记得那个周雨涵吗？嗯。他当时去抚顺的时候，二叔严令我们务必在他回来的路上将他干掉。对呀，这个命令还是我让你传到王大庄那个刘秀环的呢。怎么了呢？怎么了？先是一枪都没打中，后来又设计将那个周雨涵给抓住。按理说要干掉他是手拿把攥没有问题了。嗯。可就在要下手的时候，那个刘秀环发现了一部天书。天书？什么天书？就是周雨涵的审讯记录本，是用密码写的。那个刘秀环千不该万不该，派人带着那部天书来春城，说要找你请示二叔，是不是要杀了那个周雨涵？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陆凯派的人把来和你接头的人抓了个正着，然后又把大王庄的老窝也给端了。那个刘秀环呢？他来找我了，那个样子，别提多狼狈了。我立马请示二叔，该怎么处置他。二叔只说了一个字。说了什么字？杀。什么？当时我就奇怪呀，为什么一提到日本人，还有和日本人有关的事，二叔就变得如此冷酷呢？二叔这么恨日本人？不是恨那么简单，我看另有蹊跷。那你真把那个刘秀环给杀了？我不杀他，二叔不得杀我吗？怎么了？害怕了？没什么好怕的。做我们这一行的，就是在刀尖上行走。只要你掌握好了平衡点，就能平安地走下去。怎么平衡啊？只要我们在他面前只字不提日本人，还有和日本人有关的事，就不会有事。你懂吗？我是不会见到他的，还是你自己当心点吧。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找你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无论是谁都不要慌，哪怕是公安找上门来，你都要冷静。那你呢？我就不用管了，快去吧。谁啊？我们是来查电表的，邱同志，请开门吧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们干嘛？周辅臣，你被捕了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？会让你明白的。进屋。上。坐。邱福臣，你刚才是和哪个男人在一起啊？这是我的个人隐私，我可以拒绝回答。邱福臣，我想提醒你，在敌特组织中，你不过就是个跑腿的，并不算什么重要角色。可如果你认不清这一点，始终负隅顽抗，你的罪责
也会随着你一次又一次的任性而步步升级。邱福辰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